我现在在中国唯一的跨国瀑布，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跟前啊。你好，厅长。它不仅是中国唯一的跨国瀑布，也是亚洲最大、落差最高的跨国瀑布。它还是世界第4大的跨国瀑布。它就是位于中国崇左市大兴县与越南高平省归春河上的得天板约跨国瀑布。地处偏远，可以说99%以上的中国人和越南人都没有近距离、全方位领略过它独一无二的魅力。和我一起沉浸式感受中越边境上这雄浑天成的壮美吧。各位朋友早上好，买了大巴的车票前往亚洲第1大的跨国瀑布啊，和大家看一下从崇左南站前往得天瀑布的一个发车时间表。这里是崇左南站走出来大概100米的这个崇左旅游集散中心。验票号。OK。10点半正式发车。上集影片咱们记录了我的越南旅行再次被中断，我回到了中国广西南宁市，拔完智齿，即将第4次出发越南之前，我听说得天跨国瀑布迎来了丰水期，因为中越边境连下了好多天的大雨。而说是广西人，从2年多以前拍视频开始，我就想去看看得天瀑布，但每次在广西都碰上它的枯水期。这一次终于等来了归春河水量丰富的时候，所以我立马从南宁坐动车到了崇左，在崇左住了1个晚上，逛了逛太平古城。第2天再到崇左南站，买了直达得天瀑布景区的大巴票和景区门票。本次瀑布旅行的车费、门票等支出明细呢，我都放在片尾，供你参考。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26公里，这是第一个停靠点。我们航拍看一下，只有5分钟。田园，很多来得天瀑布的人呢也会来这里住1个晚上，看看这里的日落日出。这里到了沿印边境检查点，不能拍，每个人出示身份证。12点40分来到了得天跨国瀑布的一个游客集散中心啊，距离真正的检票点还要坐一个接驳车，大概10多公里。大巴是不寄存行李的，据说这里寄存行李10元啊，到里面寄存就20元。我们还是找正规的渠道寄存嘛。
像大兴县的一个景点。德天跨国瀑布因为地处大兴县朔龙镇德天村而得名。中越呢是以河为界的，这条河叫归春河，南边是越南的高平省。一排的寄存柜，大柜20元每一天。中越美食集啊，菠萝炒饭、越南法棍、越南鸡肉粉。德天的一个票价是110元啊，30块钱是这个观光车的车票，80元是门票。12点53发车。大兴县位于广西西南边陲，与越南高平省山水相连，边境线长43公里，距广西首府南宁市143公里，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盟各国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之一。总人口约38万，境内聚居着壮、瑶、苗、水等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8%。这个景区接驳车开了大概12分钟，就来到了真正的检票处啊！我已经在这个崇左站那里买了车票了，所以刷身份证就能进了。德天瀑布在越南他们叫板约瀑布，我们能看到德天跨国瀑布一半是归中国，一半是归越南的。我们的游览线路就是从这里德天牌坊走到这里，这里的话就爬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3号观景台，然后就返回来了。哇，在数百米外已经听到那个瀑布的滚滚涛声了。哇，好漂亮啊！现在是水流很大，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耶。哇，感觉是一面山崖全被瀑布染成白色了。你看，无人机看起来就很震撼了。对面就是越南了。我发现好多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的，如果不是带小朋友来开拓眼界的话，估计一些人都未必来这个地方，因为搭车还挺辛苦的，辗转多趟车啊。介绍语呢，除了中文，还有越南语跟韩语。哦，一排的竹筏票价48元一人。竹筏一旦开到河里面啊，对面越南这个严阵以待的妇女们就划着这个竹排上来兜售一些越南的特产啊，比如香烟呀、膏药呀、咖啡呀。我们从远远看啊，瀑布声也挺大的。像这样的一个木质的阶梯啊，散布在山坡上，这样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德天跨国瀑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咖啡厅应该是最佳的视野了，也是最高的一个观景台。哦，好漂亮！那个瀑布就越南独有的了，越南领土里面的。这个德天跨国瀑布是中越共有的，一边一半。
香蕉树、芒果树，各种亚热带、热带水果的树，荔枝树，稻田绿了，绿油油的。对面的小棚子底下坐着打牌的越南人啊。前方中越国界线，严禁非法出入境。买一张竹筏票，体验一下跟这个中国唯一的跨国瀑布近距离接触啊，应该挺震撼的。40密码错误，请收款40，优惠价48元，景区竹筏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48块钱的，原价68的，因为现在是淡季啊。5月份的话呢，虽然水量挺好的，但是因为来的游客比较少。那旺季的话，7、8月份啊，那时候寒暑假，那个时候就恢复68元的一个竹筏票价了。现在呢，我在中越边境对面，就是我去了3次的越南了。这边是中国的崇左市。像这里水量最多是几月份呢？7、8月。中国越南以河为界，这条河叫归春河，河的中心线就是中越的国境线，所以这个船啊，如果待会儿开去瀑布的路上，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涉入到越南的领土里面。穿上救生衣，果然是淡季啊！这一艘有20几个座位的竹筏，只有我一个游客，好尊贵的服务啊！我能跟他们说2句啊，新早干闷，这就是我会的越南语了。越南的小摊贩划着竹排向我来了。香烟、咖啡，这个香烟多少钱？30。你们是越南人？对。还有什么？咖啡。猫屎咖啡。哦。40啊。我们离这一个我从小听到大的德天跨国瀑布越来越近了。你看山崖上修了很多悬空的那个类似于玻璃栈道的。哇，我这个也太舒服了吧！一个人独享一艘竹筏，船上有2名工作人员。我们看一下越南那边的话，就是感觉比较的原生态啊，没那么多的那些景区设施。你看越南年轻人呢，也是在国旗底下拍照，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你看越南的那个巴士啊，我很熟悉的红黄色的，我在越南就老好多次坐那个巴士。这一个瀑布就是越南独享的，这个小瀑布，这一个大的瀑布就是中越共享的。德天瀑布是典型的岩溶瀑布，宽120米，分3级瀑布，垂直高度60多米，源自广西珠江水系的归春河，终年有水，年均水量为贵州黄果树瀑布的3倍。眼前我们看到的是越南独有的板约瀑布，它距离中越共享的德天瀑布大概几百米。在雨季的时候，这2个瀑布融为一体，它的瀑布宽度能达到208米。所以当每年7月到11月，德天瀑布进入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可以看到瀑布万马奔腾、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由得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虽然李白写的是江西的庐山的，应该叫三叠泉瀑布吧。另一个瀑布我也去看了，大家可以看这个部影片。离瀑布越近，那个水流声就越汹涌澎湃，然后它的可见度啊，就是隐隐绰绰的，因为迷了一层水雾。近距离看一下，哇，这个像下雨一样，哇，好冷啊！突然到了这里，哇，离得那么近啊，哇，这个水珠啊，感觉好大呀，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哇，这个感觉太值了，我还以为也就那样，但是来到这，我感觉真的是那个铺天盖地的白色向我扑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蓝蓝的冰雨在我心中无乱的摆。哦，我这个摄像头全是水珠。哇，刚才那一瞬间啊，就为了那一瞬间都吃了，就是离瀑布最近的那个时刻，一种独特的体验。OK， 你看我的手发都湿了。从我这个角度看，以为是下雨了，其实是这个瀑布的水珠飘过来了，然后镜头全是水。
头都看不清楚了，蒙了一层水雾。我擦了好几次了，2-3秒钟它又覆盖成一层水雾。OK， 现在就开始登岸了，待会儿去中叶美食街吃一点东西吧。栏杆一点。哦，这还能免费拍照。对，好的。哎，看镜头。那个工作人员也说你真的是超级 VIP 啊，一个人坐一条船。前面有一些小的景点啊，836界碑啊，中越的界碑。站这边好一点。好，再过来一点。836界碑，中国这一侧有一个界碑啊，我们能看到河的对岸，越南那边呢也有一个界碑。香蕉树，前面还有1级光铺台、2级光铺台，刚才那个是3级光铺台。哇塞，这个离瀑布更近了。我们能看到栏杆外面站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小哥，他是越南人，他是从河的对岸走过来的，走到中国这一侧卖香烟，应该是沿着这些没有水的一些小石头一路涉水而过的。你看这一大袋的香烟，还要爬不少的阶梯啊。上面呢有1级观景台，有德天寺广场，刚看的2级瀑布宽约100米，落差27米。哇，全部结满了青苔。现在下午2点半了，早上去吃了一个这个，特别饿。这是我现在的位置，在归春河的北边是汉字，南边是越南语。这个栏杆外到处能看到越南小哥，这里立个牌子写严禁越界兜售货物。哇，这个涛声如雷啊！这里是德天寺，一乡一心一愿。壮族铜鼓。
发现得天瀑布啊，它真的是很多角度呢都有欣赏的点，都有好的观景视野，而且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是中越风情街法棍博物馆，法棍博物馆看一下价格，哇，29.9一个。这里卖越南现磨咖啡，越南酸奶。越南滴漏咖啡，一些中国顾客购买越南烟。从跨境街这里走到景区出口大概有2公里，不想走的话，10元买一张电瓶车票。这里是硕龙边境站勤务室，中越跨境街，这里还能出境啊！越南特色小吃，越南虾饼、越南春卷，中越得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卖越南咖啡。南越咖啡70元一包，越南巧克力35元一盒，芭蕉干50元2包，越南沉香1元1克，越南女士帽子，越南灯笼。这个是一个魔毯，这里面可以滑下来。洗手间不错。来看一下。越南法棍，这个视野特别好，哦，太漂亮了。要拍个吗？送个小照片给你们，不花钱的。看一下。拍个群景瀑布，送给你们，拍张小照片送给你们啊。领一点纪念照啊！这个35块钱一个，然后呢，这个小的是免费的。对了，哎呦，那么阳光帅气的，好阳光，这个小伙子啊，可以的。这小的就不要钱，不收钱。越南橡胶鞋，80元一双。钻井，小时候吃的这个叫香烟，卖香烟的好多。这个越南摆摊一条街呀。嫁到中国多久了？嫁过来这里20年，不过能听懂，很好。10块钱3个，一个5块钱，好吃了，10块一把，10块一把啊！这个自然熟的，很好吃的。来吃个越南河粉吧。中越美食街，中越友谊街。这位阿姐啊，是越南人。你是嫁到中国吗？对。嫁来中国多久了？20年了。啊。听不懂。听不懂。生烫牛肉20块钱。看。然后把粉放到高汤里面泡一下水，就捞起来。牛肉的话就过一下开水就可以了。越南的是小柠檬啊，这边是这个大的那个黄柠檬。再来点紫苏，特别香的一碗。今天是第一次吃这个正餐。在越南吃到的牛肉粉啊，这个牛肉都很嫩的，也很软。这个碗的话就感觉又硬很韧。西贡咖啡啊，粤式餐厅。我已经从得天瀑布回到从左南站了。以上呢就是影片的全部啊，希望你看影片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心情，有所收获。如果你觉得拍的不错的话，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明天呢，我将从南宁前往越南，我们越南见。写在最后，我相信大多数屏幕前的观众和我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了解战争大概仅仅是从新闻里、书本里，仿佛战争离我们很远。长久以往，可能会觉得和平理所当然，但一想世界上不少国家的边界动乱枪声此起彼伏，之所以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跨国瀑布，除了感恩自然的馈赠，亦不忘感念我们生活在的和平国家或地区。